近日，印媒对10年后各大国的陆军发展做了一番分析。印媒认为，2030中国陆军质量数量远超印俄，鲜有对手。真的是这样吗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，我是虎妞。现在的高科技战争发展早就超出了过去人们的想象，尤其是空中作战和海上作战。但是陆上作战相比空中、海上作战，似乎没有那么备受瞩目。但不可否认的是，当今现代战争无论怎么打，陆军都是重要且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虽然现在的地面作战与过去地面作战占领敌方大量领土，从而彻底占领或击败其他国家的方式则是销声匿迹。现阶段的陆军地面作战的主要目标基本上就是一个问题，就是如何快速地歼灭敌方的有生目标，并对敌国造成沉重的打击。随后，印媒对10年后各大国的陆军发展做了一番分析，提出了几项硬性指标：有无完整的军事工业能力与体系，国家是否重视陆军的军费和陆军武器装备的更新换代，新型陆军武器的发展等。首先就是印度。文章认为，目前印度陆军规模非常庞大，整个印度陆军的武装力量包括预备役兵力可达200万之众，大部分是传统的步兵，只有少量的机械化坦克师和机械化步兵师。从印度独立时，印度陆军先后与巴基斯坦、国内分离组织、中国陆军都进行过战争。印度陆军以1敌3，压力非常巨大，在西段和东段每年都有部署大量的兵力应对中巴两国的军事力量。武器方面是印度最大的短板，现在是小到突击步枪，大到坦克、无人机，这些都需要向欧美俄其他国家进行购买，极度缺乏完整的军事工业。其陆军的脊梁、装甲部队和机械化部队的主战装备都是购买外国，3000多辆主战坦克和上千辆步兵战车都是买的俄罗斯装备，武装直升机买的是美国和俄罗斯的装备。自己辛辛苦苦搞了40年的主战坦克，因为其拉垮了性能，不被前线官兵接受。研制的直升机7架坠毁了5架，这表明印度国防工业仍是不合格的。因此，虽然到2030年，印度陆军将会有一定的提升，但相比现在，并不会得到跨越式发展。尤其是军费本来就少，还要与海空军竞争的情况下。接下来是俄罗斯陆军。俄罗斯陆军从2000年以后逐渐好转了起来，主要就是因为其出口的石油为俄罗斯赚取了不少外快。但是随着2014年被制裁俄罗斯一夜回到解放前，升级部队的脚步不得不放缓。目前俄罗斯陆军的总数大概在28至35万人之间。由于其老爹苏联留下的雄厚家底，现在的俄罗斯军队依然是全陆军实现了机械化，装备数千辆主战坦克和上万辆步兵战车。2008年，为适应现代作战的新形势，俄罗斯总统普京领导陆军进行大改革，军区缩减2个，同时除掉臃肿且不符合时宜的师级编制，改成灵活且合适的旅级编制。这样，俄罗斯陆军的编制将变成军区、集团军、旅、营的新模式，而且还能节省一大笔军费。不过，理想很美好，现实很骨感。到现在，俄罗斯也没有完成全部的改革任务。到2030年，虽然俄罗斯地面武装力量是一支不可小觑的势力，但是现在俄军处于经费紧张、吃老底的状态，未来陆军的高科技武器无法得到所需的要求，俄军的机械化向信息化军队的升级将困难重重。相比中美两国来说，差距只会越来越大。最后是中国。中国陆军规模应该是世界上最庞大的现役陆军之一，拥有13个集团军91万人，仅次于印度。2020年，中国军队陆军已经初步地完成了全部机械化的宏大目标，正向信息化专业军队迈进。中国军队陆军体系完毕，拥有数十个专业不同兵种，有强大的装甲兵、机械化步兵和信息化部队等共同组成。其自身主战装备如 99A 主战坦克等都是中国自行生产的，其军事工业在全世界上来说都是傲视全球的存在。一旦开战，其强大的军事产能将使中国陆军立于不败之地。目前，中国军队的信息化正在突飞猛进的进展，仅次于美国。不仅如此，中国陆军已经将绝大多数的步兵师、装甲师缩编，组成一种新型的合成旅单位。一个人数远少于师级单位的新型合成旅的战斗能力，不亚于一个完整的师。这其中的作战人数差距，可凭借重火力、高科技的武器完全弥补。
据统计，一个凭借大量无人机、远程火箭炮、远程自行榴弹炮、主战坦克、步兵战车、数字化装备的合成旅，可以轻易地击败印度陆军的一个山地师。到了2030年，解放军凭借其快速武器装备的更新和信息化的完成，陆军的整体实力将与美军相差无几。中国陆军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一支举足轻重、不可忽视的强大武装力量，其综合实力远超印俄。